鲁迅笔下最犀利的6句话，寥寥数语，揭露了人性阴暗的一面。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。在丰子恺完成卖羊图的初稿时，一位老农提醒他无需给每只羊都画上绳子。丰子恺感到疑惑，老农解释说，只需牵引前面的一只羊，其他的自然会跟随。这正体现了鲁迅的观点，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。这透露出群居往往是一种求同的平庸，最终可能导致浪费时间和精力，丧失个人方向。真正的强者往往选择独自前行，他们有明确的目标，不依赖群体来确认自我价值，避免了外界的干扰，更能集中精力。他们通过过滤掉周围的干扰声，走得更坚定。一个人的力量常源自于他的孤独。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。在中唐时期，李白的诗受到了一些主流文人的贬斥，好像评判李白的能力越强，他们的文学地位就越高。这些自视为才子的文人不仅对李白的诗歌挑剔无度，甚至在无法找到瑕疵时，转而攻击他的私德。面对这群沽名钓誉之人，韩愈愤然写下李杜文章在，弓焰万丈长，不知群而鱼，那用故傍伤，皮肤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这不仅是对李白的捍卫，也是对小人行径的讥讽。自古以来，面对卓越人物，总有些人本能地寻找他们的缺点，如苍蝇般贪婪地盯着丹凤。但历史上许多伟人，如霍金、贝多芬和张海迪，尽管身体有所不便，他们的成就仍然辉煌。相反，那些试图通过诋毁他人提升自己的人，最终只会如同苍蝇一样被人讨厌和遗忘。我的却时时解剖别人，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。天上的繁星虽可数，却难见自脸上的眉烟。这句话揭示了人性中的一大弱点，我们总是习惯于用双眼观察他人，而往往忽略了自我反省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鲁迅以其对人性深刻而尖锐的批评而独树一帜。若鲁迅仅限于批评他人或评论时事，他绝不可能获得如今的文学成就。鲁迅在多部作品中无情地批判和反思自我，他认为没有自我反省的人，就像是笼中之兽，局限于自我设下的界限，难以突破。他强调，人无完人，常自我反省，是我们一生中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关键。这种思想提醒我们，自我审视是打破束缚、开阔视野的第一步。我们应该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，正如鲁迅那样，敢于直面自我，才能不断进步，突破自我限制。贪安稳就没有自由，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。笼中鸟羡慕外面的自由，而笼外鸟羡慕笼中的充足食物。它们决定交换位置，结果2只鸟不久后都死了，一只因饥饿，一只因抑郁。这个故事深刻揭示了人生的复杂性和选择的代价。想要生活的稳定，就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；追求自由，则需面对未知的风险。季羡林先生也曾指出，虽然每个人都渴望一个完美的人生，但从古至今，无论国内外，真正完美无缺的人生其实是不存在的。生活中没有完美无瑕的选择，只有适合与不适合。如果选择了安稳，就顺应自然，享受生活的简单和平静；如果选择了自由，就应勇于拼搏，像鹰一般在天空中翱翔。无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，重要的是做出决定后，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不负自己，不枉此生，将生活过成一场属于自己的盛宴。勇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抽刃向更弱者。鲁迅在《阿丘正传》中塑造了阿丘这一复杂人物，他表现出了典型的欺软怕硬的性格。在赵太爷的压迫下，阿丘表现得非常顺从，对于魏庄村民的戏弄，他也常自卑自轻。
然而，当面对比他更弱小的小弟时，阿秋却显得强硬，甚至对落单的小尼姑进行调戏，以此满足他的虚荣心。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。某些人在外界受挫时，能表现出懦弱或压抑，但回到家中却对孩子或伴侣发泄不满和怒气。与之相反，真正的强者从不会媚上欺下，而是无论处于何种地位，都能公正对待他人，体现出以识乾坤大，犹怜草木青的高尚情操。面对弱者，他们展现的不是傲慢或暴力，而是怜悯与同情。这不仅是一种善良，也是一种高度的人文关怀。如果一个人周围都是垃圾，那么只有2个可能，要么这个人是捡垃圾的，要么这个人就是垃圾。网络上有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：为何有些人似乎总是遇到不良之人？其中一条点赞最高的回答提出了一个观点：虽然每个人都可能偶尔遇到不好的人，但如果这成为一种常态，那么可能需要对自身进行一些反思。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，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塑造了我们的社交环境。这种讨论启示我们：你是谁，你就会遇见谁。这意味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倾向会吸引相似的人进入其生活。如果你本性温柔善良，你往往会吸引到性格谦和而文雅的朋友。如果你是个勤奋努力的人，你周围更可能是那些积极上进的伙伴。这是因为相似的磁场相互吸引。俗语说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意味着一个开放的环境和高尚的修为自然会吸引更多卓越的人才。如果你想遇见更优质的人，关键是要先提升自己，增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。当你成为一个努力向上、充满温暖与善意的人，你自然会吸引到更多的美好。这是个自我增值的过程，它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和多彩。鲁迅，原名周章寿，后改名周树人，字玉山，后改字玉彩，浙江绍兴人，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教育家、民主战士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早年与栗随之和前军夫统赴日本公费留学，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。鲁迅是他在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所用的笔名，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。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、文学批评、思想研究、文学史研究、翻译、美术理论引进、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。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，蜚声世界文坛，尤其在韩国、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，被誉为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。毛泽东曾评价，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点赞加关注，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精彩分享。